冯丹与陈丽都是有家室的人，两人平日里的交集也不深，顶多在公司见过几次面，是个工作方面的熟人罢了。可陈丽怎么也没想到，冯丹在遭受家暴之后竟然会找上自己，而他当时正为妻子的监视发愁，一心想着来个女人就好了，那样妻子的疑心就能得逞了，他也不至于每天都过着被人监视的生活。就像是商量好的一般，某天回家，冯丹竟然出现在了陈丽的家门口，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陈丽住在哪里的，也没人知道他为何会来找陈丽，反正人都来了。冯丹不想回家，也不想报警，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，陈丽就只能出于好心将冯丹带回家中过夜了。本想着等冯丹好好睡一觉之后就能回家了，可谁知竟被赖上了。在遭受韩晶晶一次又一次的暴打之后，冯丹压根就不敢回去，再加上陈丽对他百般呵护，他已经许久没有过如此温暖的感觉了。而陈丽为了能够让冯丹舒舒服服的住下去，还特意为冯丹买了套睡衣，不过也是因为这睡衣，算是让人明白表面看似正经的陈丽内心有多肮脏。按理说剧中的季节已经入冬了，温度应该很低才对，就算是买睡衣，陈丽也应该买长衣长裤。再说了，冯丹毕竟是个外人，他们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理应有所避讳才对。可陈丽买的睡衣款式却是一件真丝长裙，而且非常短，还不到膝盖那里。之前来陈丽家，冯丹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已经破损了，等于说他没有别的衣服可以穿，只能是陈丽买什么他穿什么。就算陈丽是好心，想要真心收留冯丹，那也可以在睡衣买回来之前让冯丹先穿女儿的衣服。可陈丽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拿着自己的一件衬衫先让冯丹穿上，就当是救急了。男人的衬衣本就又宽又大，冯丹穿上之后下身又没有任何的裤子可以遮挡，整个一性感女神大摇大摆的在陈丽面前晃来晃去。后来有了睡衣，冯丹也没打算有任何的遮掩，明明知道睡衣的裙子是非常短的，还非要包揽所有的家务活，搞得跟女主人似的，真的搞不明白这对男女到底在干什么。难道就只能为冯丹买睡衣，哪怕简单的运动套装也可以啊？让别人的妻子穿成这样在自己的家里住着，这算怎么一回事？看来陈丽并非好心，而是有意。还记得他那晚见到冯丹的情景吗？面对送上门的拥抱，陈丽竟然没有拒绝，这是有多留恋外面女人的拥抱。可笑的是，面对妻子的精心打扮，他就像看见了狼一般，想要快速逃离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